离开马龙卡，我们继续向奇隆素前行。这条路比想象的更加原生态，全是泥土与碎石。这里我让我的专属空中跟拍师上线，记录一下走在中山道的感觉，实在太棒了。旅程结束后看这样的视角，感觉非常不错，可惜我拍得太少了。再往前走了一小段，眼前又豁然开朗，感觉走出了山里。原来这里是一个小休息站，休息站门口有一块小黑板，然后来往的各个国家的旅人会把自己国家的国旗画在上面，证明自己经过过。我们经过的时候发现上面没有中国的国旗，于是我们卷起袖子，准备把中国国旗给画上去。画国旗的时候感觉又激动又自豪。我们在画国旗的时候，有3位澳大利亚的老太太一直好奇地在旁边观看。当我们最后写下 China 的那一刻，他们竟然和我们一起欢呼鼓掌。这一刻特别打动我，这种友谊真的超越了国家和年龄，就是纯粹的徒步者之间的理解与祝福。China Yeah We are the first Maybe Yeah Thank you Well done画完国旗，我们继续前行。后面我们在到达七龙素之前，会先去2个有名的瀑布，南垄和女垄。我们感觉跟在这些自带熊铃的徒步客后面，特别有安全感。走到这里，行程已经过半。我们现在还在中山道，现在在从中山道的路上去往南垄、女垄，就是2个比较有名的瀑布。从山脚绕过去，首先看到的便是南垄。南垄与女垄是中山道上一对极有灵气的瀑布。南垄水势直落如刀锋，干净利落；女垄则柔和地沿着岩壁滑下，像在轻声吟唱。2个瀑布隔着林间的薄雾相望，就像山中的一阴一阳，守望着古老的旅人，也为这段古道添上一份静谧与浪漫。据说很久以前，这里住着一对性格迥异的山神，哥哥刚烈爽快，妹妹温柔恬静。后来2位山神化作瀑布，因为形态一强一柔，并立成双，当地人便以男女命名。
娜娜在这瀑布的前面摆了个小石堆，作为纪念。离开南龙女龙，我们继续向七龙宿前行。这里的道路已经铺上了水泥路、石板路，说明我们已经离村庄不远了。这段路我们走得很舒服，没有剧烈的上下坡，然后地上的路也很平。行程已经过了大半，我们离七龙宿还有2.7公里。很快，我们来到了靠近七龙宿的一个村庄——大七龙。大七龙位于七龙宿的南侧，是中山道上一段保存度极高的古老聚落。相比热闹的七龙宿，大七龙更像是原始生活形态的延伸。这里没有成排的商家，也几乎没有刻意的观光设施，保留着木造民居、田地、炊烟与纯粹的山村节奏。走进大七龙，就像走进江户时代的生活侧面，能看到旅人未必会注意到的日常风景。许多从马龙宿步行到七龙宿的游客会在大七龙稍作停留，这里既是古道的缓冲地带，也是旅途中最安静的一段。走出大七龙没多久，就到了七龙宿的入口。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已经到了，感觉意犹未尽。到达七龙宿了，这是尾右桥。尾右桥没有华丽的造型，却像是通往古道深处的门槛。脚步一落上去，能听见水声、风声，还有旅人穿越江户时代留下的静意。
可惜进入七龙宿以后，天空不作美，又下起了雨，而且雨越下越大，所以我们商议在七龙宿找一家餐厅吃一下当地的特色荞麦面。对比马垄宿，七龙宿更静更内敛，老街保存的几乎像时间被按下了暂停键，山谷把声音都收得很紧，让人感到一种被温柔包裹的古意。据说这也是七龙这个名字的由来，这里像妻子的怀抱，能包裹旅人，让人安心，它的名字也因此带着一种静静的温度。可惜这场雨来的实在是猝不及防，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安心地享受七龙宿的时光。我们游览得非常匆忙，很多很美的角落我们都没有做停留，只是匆匆地掠过，感到非常的遗憾。找到七龙宿的观光案内所，敲上纪念章。在七龙宿的老街深处，保存着当年地位最高的旅馆玉本镇。这里只接待大名、幕府官员等重要人物，屋舍宽敞，格局典雅，连入口都比普通名家更庄重。可惜我们没有进去参观。当时在七龙宿的感受就是，哎呀，好饿啊，赶快找个餐厅吃饭吧。不晓得算了，是一个小庭院，这庭写本镇。这个应该是给别人住的，可以。老街的后半段好像是餐厅的聚集地，这里有不少餐厅。我们看了一下，餐厅都大同小异，最后就决定是这一家了。一个餐厅里面吃午餐，娜娜点了一份热的乌冬面，我点了一份冷的荞麦面。荞麦和乌冬是这里的特色。朱琳娜，五平饼怎么样？这是五平饼，这是五平饼，那很好吃，那比我们那年什么高山吃的好吃多了。可能改良过了。因为它是新鲜的米，直接你看得到的呀。然后新洗，对，很扎实，口感很厚实。高山我们可能吃到了一家旅游店，就是速成的搿种，就帮阿拉跑到城隍庙去吃啥个南翔小笼差不多的感觉。味道可以啊，还是地当当的对吧？好吃。山药米。山药。好嘞。这么有想法。还可以啊。乌冬面口味怎么样？很好吃。放了那个山药以后，嘴巴里面放了个生鸡蛋，很粘稠。总之，这顿午餐健康与口感兼备，我们俩都很满意。吃完午餐，我们继续往北面走，去往楠木曾站。大部分游客会在七龙宿坐车去楠木曾站，但是我们对刚刚的徒步还意犹未尽，所以我们准备徒步去往楠木曾站。从七龙宿走到楠木曾站，
大概3公里左右，距离不远，而且路途比较平坦。从七垄宿到南木曾站这段山路，游客明显要少很多，路也好走不少。途中遇到一个观音像，参拜一下，保佑路途平安。抵达南木曾车站的时候，下起了暴雨，我们赶快到车站里面买好了票，然后到车站前面的一个咖啡馆休息一下。这个咖啡馆里面都是西方游客，都在等车。就这样，我们第2天的行程从马垄宿步行到七垄宿，再到南木曾站，这次徒步之行完美落幕。晚上我们还是在中金川昨天的中华面馆吃了一顿晚餐，老板是一个在中国东北打工过的日本人。切换语言后，我们用中文交流了很多，非常愉快。好了，本节的内容到此结束，我们下节见，谢谢观赏。